反正也混不出什么名堂了。夏狠心说完这番话，魏无羡淡淡的打了个招呼，转身就要走，却又被温情叫住。待他再转身时，温家姐弟俩都愣住了。他们都从未见过魏无羡这番神态，似乎是面无表情，但整张脸又没有生气，仿佛失去了什么重如灵魂的东西一般，悲戚下掩盖着难以察觉的痛苦。温宁本能的想去安慰他，被温情抬手制止了。他和温宁是魏无羡的大学同学，不算走得很近，但也是能互相帮忙的一起朋友。其实他早就看出来了，从大学时到现在，魏无羡对那谁有着一直若有若无牵连不断的爱慕和情愫。但他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只以为是魏无羡性格开朗，看见谁长得好看都想斗一斗罢了。入圈后自己恰巧也进了这家娱乐公司，还莫名其妙成了魏无羡的经纪人。据他了解，自家公司和蓝家一直都没有什么合作机会，更别说他也从未见魏无羡和蓝忘机还有联系，所以他也就慢慢淡忘了这份他曾经看在眼里过的少年人的旖旎情思。直到今天这一出，温情叹了口气，语气也缓和了不少。你急着走什么？急着发什么退圈毒誓啊？我有话没说完呢，你怎么知道这事除了钱就没办法解决了？魏无羡微微抬眼看着他，无动于衷。你来之前，云深娱乐的董事蓝先生就给我通过电话了。既然你俩这事解释不清，这一摞摞照片还有录像又是铁证如山，那不如就依蓝先生说的，你看看同不同意？蓝董事是蓝湛的大哥。温情点头，他们给出的方案是，实在不行，干脆直接公开吧。魏无羡皱眉，丝毫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。温情继续道，我之前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不想你去趟这趟浑水，但是现在来看，这事澄清不了，拿钱压也不靠谱，这些证据随时都会是一颗定时炸弹，不如直接公开，还能为几个月后电影上映炒热度，做宣传。况且，温情看了一眼温宁，对他使了个眼色，对魏无羡道，能和蓝影帝扯上关系，我敢保证你一定会红的。温宁也走一步上前，右手比了个大拇指，赞同道，姐姐说的对，魏哥你一定要好好考虑啊。蓝影帝人很好的。不是。温宁，我知道他人很好，但是温情，什么公开呀？公开什么呀？魏无羡一头雾水地问道。公开恋情啊，还能是什么？魏无羡惊道，可是我和蓝湛，我和他之间没有恋情啊，我们现在就只是朋友而已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才跟你分析啊，这个节骨眼上有没有恋真感情根本就不重要，要的就是这个名头而已。你想啊，跟蓝忘机捆绑，那热度足够你在圈内混好久了，电影上映前也能自带流量，就算是黑红，那也算红啊。等到这一波宣传过去后，再随便找个日子宣布分手不就行了？听到这里，魏无羡的脸顿时垮了下去。他说不清是因为捆绑这个词让他不适，还是温情话里最后自然而然的分手让他更难受。温情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不会利用蓝湛的，那是他自己打拼出来的成绩，不能因为我毁掉，我更不可能拿他当脚踏板。我说我和他之间没什么是事实，但他是我真心实意想交的朋友，这种事情我做不来。哦，是吗？你确定只是朋友？温情抱着双臂，一脸狐疑地盯着他。魏哥，你别着急嘛，姐姐不是这个意思。温宁终于忍不住劝道，姐姐的意思是，反正你也喜欢。魏无羡对这个词极其敏感，听到后就立刻看过去，吓得温宁后半句话卡在了喉咙里。阿宁，你怕什么？魏无羡，你这么凶我弟干嘛？他说的不对吗？我看啊，这法子横竖都没什么不好，再说也是蓝家提出来的，出了事也不是我们的锅。可是我不能反驳被铃声打断。魏无羡拿出手机，看见来电显示上的蓝湛二字，顿时慌了手脚，下意识的就转身往房间角落里走去，完全没看见身后二人意味深长的表情。他小心翼翼接下电话，刻意放低了音量，喂，蓝湛。他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，空调房里手心都满是汗渍，就连手机都差点滑落。魏英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也与平时有所不同，他还没来得及细想是怎样的不同，
就被那人下一句话打得措手不及。我现在在自己家里，你可以过来吗？我有话想当面和你说。魏无羡顺着蓝忘机发过来的地址，踩着油门火速赶了过去。蓝忘机住的地方是靠城外别墅区里的一栋小洋楼，这是他的私人住址。虽然魏无羡心里早就脑补过他家的样子，但在看到实景后还是被狠狠震惊了一把。不过他现在没心思想那么多，把车停在路边，刚想再给蓝忘机打个电话，却发现外院大门并没有锁上。他便径直走进去按了门铃。很快就有脚步声从屋里传来，在带着密码锁的门打开的同时，屋里赶来开门的人也对他一笑，招呼道：“是魏先生吗？”魏无羡看着眼前这个与蓝湛7、8分相似的人，想起曾在片场有过一面之缘，急忙鞠躬道：“蓝先生好。”蓝曦臣照样温和的笑：“快进来吧，忘机一直在等你。”魏无羡进了屋，一眼就看到客厅沙发边上站着的，神色有些不自然，一脸欲言又止的人。蓝曦臣看看客人，又看看弟弟，神情变化，对魏无羡小声道：“本来我是让忘机来给你开门的，但他不知为什么拒绝了，可能有些紧张，所以就让我来了。魏先生，我们过来坐下说吧。”魏无羡被带领着，自觉地往蓝忘机身边一站，后者也是示意他坐下后自己才坐下。两个挨着坐的人就大眼瞪小眼，互看着对方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宽敞的客厅内只有3个人，一时间没有人挑起话头，气氛霎时有一瞬尴尬。最后还是蓝曦臣轻咳了几声，主动问道：“魏先生，这次这件事情，对于我方给出的解决方案，温经纪人应该已经告诉你了吧？”听到自己被喊到，魏无羡才把目光从蓝忘机脸上移开，回道：“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不知魏先生意下如何？”我觉得魏无羡游移着目光，心里万分纠结，还是拒绝道：“不太可行。”他不敢去看身边人的表情，但又怕让两人误会，又立即摆手道：“我没有其他意思，只是我认为还有其他办法的。这件事归根究底，责任还是在我，我可以承担舆论，就说是我单方面，反正蓝湛跟我没有过界的关系。蓝湛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错。”魏无羡低下头，声音也小了好几度：“我不想让蓝湛也受到非议。”蓝忘机从他一进门起，目光就从未离开过他，此刻更是紧紧盯着他，不放过他的任何一丝表情变化。在听到他拒绝的时候，说完全不在意不难过是不可能的，可又听到那人又害怕连累他，心里又泛出苦涩的自责。蓝曦臣当然注意到了弟弟的神色，敛了些笑意，开始同他认真分析事态利弊。我很开心，魏先生能如此为忘机着想，我也为忘机能交到魏先生如此的朋友而欣慰。但是事情本身并不是如此简单的。